是比那些哭嚎逃窜的废物多了几分硬气，但反骨终究是反骨。反骨又如何？今天我就为这天下反骨！终于肯起！太平，你山下白烟已消，以后就随吾等寻觅仙源吧。小太平，前面就是龙门殿了，先去测你的灵骨吧。好。金灵骨级的雷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林不语。下一个，开始吧。为什么要把我卖了？什么叫卖？许太平啊，你能进白家勾当下人，算你三世修来的福分。你就是命贱！太平，服了这味毒药后，你会立刻生出灵骨，切记别被人发现你是一介反骨，否则会被抹去神魂和记忆变成痴儿。一个山下捡的垃圾，要是个白骨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开始吧。这是白骨。师兄，白灵骨又名伪灵骨，和普通人无两样，还想死皮赖脸想进宗门？哼！反正这种垃圾，我们守风是不会收的。太平，我见过不少白灵谷的弟子，修炼了一辈子也没什么突破。你去过平凡的生活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小家伙，白骨是没有资格成为七峰弟子的，要么历练3年挑战七峰选拔，要么就此离去。说我能通过七峰选拔，是否还能拜在第七峰门下？我保证，只要你通过了选拔，第七峰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长老，我想留在山下历练3年。小太平，接下去就要靠你自己了，我们都会在山上等着你的。亲人卖我，第一峰属我就算骨碎于此，也要在七峰选拔中胜出，登上第七峰。师兄，根据你的吩咐，我已经让西风阁把青竹居分给许太平了。七峰看上的人，就算他是个白灵骨，我也要把他毁掉，就让那里的邪祟好好招待他。来人！太平，进入仙门后，将这颗豆子种在仙土中，你自会获得一段机缘。小太平，仙门竟然有一个反骨，真是有趣。你是谁啊？我本名叫楚灵月，600年前被仇家暗算，最后一缕残魂躲入这颗豆荚中，才得以脱身。实不相瞒，这豆荚中的灵晶正是修复我神魂的关键。你可否只取其一，将剩余2只都给我？那仙子打算拿什么跟我交换？做事谨慎又不怕事，不错。既如此，我便与你结下玄穹血魂契。伸手。爷爷，这就是你说的机缘吗？跟着我念，我楚灵月，我许太平，以九天星辰之名结此契约，自此我之命运与你相连，我之心志与你共鸣。纵使万劫加身，我亦与你并肩而行。
契约已成，自此你我同命相连。今日本尊心情上佳，我便再赠你一样事物吧。此乃小三才聚灵阵，不仅能助你收成翻3倍，一般妖物都伤不了你。多谢仙子。开始讲经了。胡继明弟子许太平为通过是新阶段，不得聆听长老真言。这种不入流的功法，不听也罢。我倒是有一法可以助你。我要传你的是洗髓法骨之术，这是极致的断体之法，一旦开始便不能结束。你若熬过去，便能打破反骨之线；若熬不过去，轻则经脉尽毁，重则神魂俱灭。太平，我们这样的法武术女人才9强，为自己争一口气。许太平，你一定要争一口气！一个反骨，居然能坚持到这种地步，实属不易。恭喜你熬过去了，你已成就无垢之体。日后修行速度虽比不上精灵骨，但也不会比玄灵骨差太多。我感觉力量正源源不断滋生出来，这样七风选拔又多了几分胜算。接下来你还有6次淬体的机会，只不过这6次淬体一次比一次艰难，疼痛也会愈发剧烈，稍有不慎便会心神崩溃，切不可贪功冒进。记住，我现在的神魂还不稳定，需要在帝国中继续炼化灵晶，你要勤加练习。少侠，小女子乃清玄外门弟子柳青梅，我在此采药，被妖物追击，能否让我进去躲躲？我这里简要，不嫌弃就进来吧。多谢，等我伤好之后，一定报答少侠救命之恩。傻子！终于忍不住了。你怎么发现的？先不说上山采药穿这种鞋合不合适，你说被妖狼追赶了一路，而你的鞋却完好无损。好吧，既然发现了，就死！这一群的力量起码有500斤，一个山下不记名的弟子怎么会这么强？这就是洗髓法骨吗？小年郎饶命，小女叫柳青梅，方才是受昌鬼驱使。昌鬼应该是鬼魅精怪的一种，你特意现身，是不是有求于我？这群沉香一母3子，点燃紫香，前尘往事便会显现。你一介凡母，干嘛那么努力？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对你做过的事再对你妹妹做一遍。秦和之是第1封封主金月的儿子，清玄门当然不会为了我责罚于他。那畜生拿我胞妹要挟我，将我折辱一番后，扔到了附近的深山之中。没过多久，我就被那昌鬼所俘。小女不求沉冤昭雪，只求无美子金不再受那无耻之徒诓骗。你是想让我提醒你妹妹？是，她叫刘子金，如今是金和之的师妹。那昌鬼很快就会到来，他生前是醉酒而死，酒水是他本命的生克之物。多谢姐姐。少年郎，拜托了。一个回眸。昌鬼来的还挺快。一个开门进都不到的小子，如何伤得了我？这昌鬼的实力的确超出我许多，现在姐姐还在沉睡，只能靠自己了。你之所以派鬼奴过来，
是因为你的本体受着小三才聚灵阵的限制，进不来吧？你现在又是追随于你，假一时便能修成正果。同样的伎俩还能再用？臭小子！拿依靠地下灵脉为食，只要加速消耗，不时日，结界便会不攻自破。弟子许太平，购买功法。清玄宗西风阁的武技都太贵了，30功德币只能兑换一门低阶武技，本想多存些再兑换，但现在顾不上那么多。购买青牛拳。青牛拳配合体内真气使用，一式名为牛角崩山，全力施展之下，其力道犹如青牛撞山；一式为奔牛凿阵，全势如群牛狂奔，一拳比一拳更强。再配合剩下的6次稀碎法骨，又多了几分胜算。界限一破，小家伙，受死吧！界限一破，小家伙，受死吧！别以为躲起来，俺就找不到你。力道怎么大了这么多？牛角崩山！奔牛！你真起好劲！变强了又如何？石虎杖原本是用来对付清玄宗那几个老东西的，灵骨一寸寸碎裂的滋味怎么样？什么？但凡修士灵骨越长大，越容易被侵蚀，你怎么会没事？我知道了，不是白灵骨，你是反骨。反骨又如何？谁告诉你我不能迷雾深秋的？贱人肯定是那个贱人！没想到我最终会死在一个反骨手中。我曾经也是一介反骨，他们仗着有高阶灵骨，视我如蝼蚁。我拼命修炼，可最终还是被他们轻易碾碎。如果能早点遇到你，或许我就不用做长贵了。我的主人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好自为之。什么东西？4套我定要摸你的灵，再将你的魂魄做成东西，烈日炎炎，受神魂灼伤它。要不是我细碎法骨巩固了筋骨，只怕也被震晕过去。他说3个月后再找我，应该是受了伤，得抓紧时间破境了。难道是伥鬼用秘法藏起来的东西？为防有诈，还是先放上几，等我将灵脉修复后再来查看。有勇有谋，不错。不过修行路漫漫，一时之勇只是小道。且看看你七风选拔的表现吧。清玄宗这些老油条，灵脉泉眼被挖都没人查看一下，给我这祖师爷来擦屁股。奇怪，灵脉怎么自动修复了？小太平，仙子姐姐，这几样东西是斩杀伥鬼后从他身上掉落的。
这青牛拳刚猛霸道，若是能融入几分灵动，会更上一层。我已经对其中几个招式做了调试，你日后施展也能事半功倍。仙子姐姐，我感觉拳法更精进了。仙子姐姐，那个昌鬼身后还有一只虎妖，帮我想想办法怎么对付他。此次沉睡，本尊已将这道残魂稳固。500年的虎丹，最适合泡酒入药了。爷爷说过，女人有时候比老虎更可怕，果真如此。怎么了？认不了徒弟，能认一个乖巧的弟弟也不错。你别叫我仙子姐姐了，叫我灵月姐姐吧。好，灵月姐姐。这昌鬼居然有一件法器，你试着向这短剑注入灵力。你看，我好像能控制它。可惜只是件下品法器，只能做奇袭之用。对了，昌鬼还留下了这个，是聚气丹，刚好可以助你突破开门境。你且服下，我为你护法。我检查过聚气丹，肯定没问题，可为何太平如此痛苦？难道是他？是太平，以神念勾连天地灵气，这应该是领悟残夏功第2重之后才有的能力吧？可小家伙连修习的资格都没有，又是怎么领悟的？无人传授，提前领悟，难道是传说中的通明道心？通明道心的确难得，但也最容易招来域外天魔。我修的是通明道心，让一介凡骨拥有通明道心，天道老儿，你何其残忍，何其阴险，何其可笑！哼！我楚灵月要保的人，就算魔尊来了，也休想动他分毫。一切兽并相续，名为寂灭，是寂灭无影，还是滚回魔域？选一样吧。小家伙，原本还想帮你对付虎妖，如今只能靠你自己了。气海，我感受到气海了。灵月姐姐，灵月姐姐，我突破开门境了。太平，当你醒来时，姐姐已经回帝国中沉睡了。留下这道传音符，是有几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原来如此，灵月姐姐冒着生命的风险帮我赶走了域外天魔。如今我既有了修行的资格，便要比其他修士刻苦100倍、1000倍，让这具反骨之躯亦能踏上登天之路。敲了半天门没反应，不会在里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？你不是龙门殿那个小白狗吗？怎么还没死？小道友请息怒。她叫刘子期，如今是金河之的师妹。请问小道友，这半年内是否见过一名女子和我模样很相似？如果我现在揭穿她，她必定会将我们灭口。没见过。走吧，师妹，再不走就要耽误查虎妖的任务了。得想个办法将寻尘香交给他，让他看清金河之的真面目。你们怎么才到？对不起，我们子金有些不舒服，这来晚了。不语，这次由我接师兄柳师姐3人护道，确保你们历练安全。我们面对的是妖王级别的妖兽，切莫掉以轻心。师妹不用紧张，出发前掌门把神行符给验玄了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他们几个足够自保。若非任务在身，我倒真想好好照顾你一人。
可惜这般美貌，终究是要化作一具枯骨。谁敢擅闯本军的领地？小心！来得好，动手！这以一敌三不落下风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叶璇、不语，待我们消耗虎妖体力后，你们前去斩杀。自以为是的。何止那虎妖，我在暗中培养多年，一直替我做见不得光的事。如今他即将突破妖王境，这次下山的弟子除了叶璇，都送给他做血食吧。这妖珠能将我等传送至千里之外。子坚，你保护好他们。就剩一个内门弟子，能奈我何？你们撑住，我会宗门求援。又这么一个！金钟诀撑不了太久，不语，你等下呀！本雷！你们身上的气味不错，一个玄灵骨，一个精灵骨，都成为本军的血食吧！今月老将约定时间到，而且本军有伤在身，改日再把机会扬出去。金河之不是好人，小心一点。等等，你一个人杀不了他的。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徐太平，别死！这777，当真要与本军不死不休！我不死，你不休，你我心知肚明。一个反骨能做到这个地步，把你变成娼奴，一定很有趣。你当真以为本军怕了你？实力相差太大，这次还是托大。能死在本军手上，你也该知足了。小太平，屏息凝神。我现在在地果中用传音术与你对话，接下来我会用神魂操纵你的身体，但只有1拳的时间，看清楚。同样的拳，同样的身体，仅仅只是换了一种施展方式，威力就如此巨大。这是千重剑，看似只有1拳，其实是以极快的速度将几千拳的力道汇聚一点，于一瞬骤然发力。小太平，你试试。林月姐姐，你也太瞧得起我了。怎么弱了那么多？看来刚才的拳你只能出一。
自一流的修士，本君见过不少，但能和本君全对全的，你是头一个。接下来我用的一式名为狂虎杀，要是你接下来，便可证明你并非反骨所现；要是你接不下来，那便是你命该如此，也难逃天地规法。小太平，我们在山上等你。臭要饭，打死他！你就是个贱骨头！太平，为你自己，也为天下反骨争一口气。我不能在这里倒下。本君居然会败在一个反骨手上！我生于山林，本是天地间一剑一术，机缘巧合下开了灵智，踏上修行之路。可他们自诩天地正统，视我们为异类。我们修炼就说是逆天而行，我们求生就说是为祸苍生。我曾以为只要足够强大，就能打破这枷锁，可到头来发现，这天地间的规则早已被那些人掌控。小家伙，我很高兴死在你手上。你和他们不一样，你身上没有那股令人作呕的气息。天地间的规则不该由少数人来决定，众生不该被分为三六九等。爹，虎妖的命都灭了。那畜生早已踏入妖王境，面对清玄弟子围剿，就算他无法匹敌，也不可能这么轻易陨落。这些年他也为我们做了不少见不得光的事，接下来怕是很难找到这么趁手的工具了。难道是小师叔出手了？剑就身在北海，他不可能这么快回来。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小太平，辛不辛苦？不辛苦。好了，来看一下这次的收获。这虎妖的本命内丹要比上品的筑基丹厉害得多，定能助你筑基成功，突破至忘忧境。只不过什么？他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，稍有不慎便会经脉尽毁。你敢不敢赌一下？我本就反骨，如果连这点风险都承担不了的话，又如何突破命运所限？撑住！我不会输！很好，你坚持下来了。看来是时候把那套断体功法传授给你了。断体功法？太平，你记住，凡铁千锤可得金刚。那些眼高于顶的修士总把先天灵骨当作通天梯，可是他却忘了，
从古至今，真正踏碎虚空之人，哪一个不是先断出这一身铮铮道骨的？这修行之路，本就不该为凡骨所限。众弟子听令，老夫黑龙奉掌门之命主掌此次选拔。剑道之路当以实力为尊。今日七风齐聚，选拔之中点到为止。现在登台试剑。青州阁李思文，众乐君林真昭，请。下一场，田七对战许太平。是太平，他真的来了。3年未见，他成长了好多。列庄田七，暮云府700里。哇，好热闹！师哥，快来！用腿的好重的杀气，这什么来头？此人名叫田七，修习的是家传的绝技鬼影脚，以杀养气。上一届七风选拔时，被他踢死的有40余人。下一场，田七对许太平。是太平，他真的来了。3年未见，他沉稳了好多，眼神也多了几分内敛。只可惜太平运气太差了，第一场就对上了田七，恐怕他撑不过一招。这年头，什么乡野村夫都敢来七风参加选拔了。衣服破旧些怎么了？什么时候清玄宗以衣冠取人了？昂师妹到底是妇人之仁，修仙讲究的是底蕴和实力，她那样能有什么出息？祖师爷成道之前也在乡下放过牛，你意思是祖师爷也没出息了？有什么可争论的？安心看比试吧。比试开始，我只需一脚，便能取你性命。你躲过了田七的无影脚，太平居然和田七不相上下，这是什么拳法？那是青牛拳。他怎么知道青牛拳是黄阶功法中力量最强的？或许是因为青牛拳是他唯一买得起的。有点意思，接下来该见血了。太平打中田七了，没想到太平能压着田七打。我怎么可能败在一个野小子手上？是你逼我的！我死！这腿法明显就是邪功，场上的督考怎么还不去阻止？看到了吧？那小子被田七追着屁股踢，撑不了多久喽。青牛拳不过是最基础的武器，可在太平手里居然有如此威力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只可惜奔牛凿阵极消耗体力，而且太平最多不过练了3年，恐怕使不出第2次了。奔牛凿阵，这种搏命的招式都使出来了，那小子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一个开门镜的小子，像奔牛凿阵这种耗费气力的功法，用不了第2次了吧？第2次奔牛凿阵，奔牛凿阵不仅消耗气力，还极易磨损筋骨，普通修士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住。太平竟然能坚持下来，看来这3年他一刻也没有耽误过。我居然输在青牛拳上！许太平胜！太平赢了！
看呢？打败一个摆设，觉得自己能上天了？你们怎么不看看下一位是谁呀？怎么是他？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我认输。是曾经被驱逐的内门弟子，估计是想借这次选拔重回清玄宗，是你故意安排的吧？话不能乱说，是掌门让师兄安排对战名单的。师兄不过是禀过办理了，参加七封的弟子都签了生死状的。我看那小子凶多吉少喽。下一场，许太平对姬无忧。姬无忧靠着家中财力，从小到大各类灵草丹药就没断过，如今修为已是开门境中成。太平跟他打的话，只怕1成机会都没有。那太平这3年的努力，岂不是都要白费？我不觉得他会输。不语，你为何这么说？直觉。手风金河之，你可认识？听过，我曾经那位师兄很不喜欢你，所以拜托我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自动放弃比试？若是那样，岂不是太无趣了？既然你用刀，那这场我也用刀。姬无忧可是号称开门境之下用刀第一人，这小子来搞笑的吗？我们连把像样的刀都买不起，还要和姬无忧比刀，真不知死活。太平在干什么？比试开始。七杀刀，竟然是七杀刀6式。与其说难，不如说笨。笨。七杀刀本身并不复杂，难的是必须将每一招每一式练到让肌肉都记住，所以要日复一日，从不间断。这3年除了练拳，还要练刀，小太平从来都没休息过吗？居然和姬无忧不相上下，这小子哪儿冒出来的？太平满打满算也才练了3年，而姬无忧起码练了20年，形势还是不太乐观。太平，我弄了姬无忧，死得更厉害。我要让你生不如死！无神之痛，定要让入10倍偿还。两伤咒是一种以自身痛苦为代价，将伤害10倍放大并返还给对方的咒术，但反噬效果很大。这姬无忧怕是要以命相搏了。可看你如何能承受10倍的痛苦！Baby， 居然在比试中使用这等恶毒咒术！谁说比试中不能使用两伤咒的？厉害的并不是咒术，而是姬无忧本人。我早就说过他是个疯子，我就是要让这个疯子毁了他的道心，痛不欲生吧。还挺能忍的，看样子还不够痛。这姬无忧太狠了，连自己都不放过。那小子年纪轻轻就这么废了。他疯了！这种比试根本就不公平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公平了？你现在要是让他认输，还能保住他一条命；不然的话，让太平认输吧，大不了3年后再来。他不会认输的。
现在让他放弃和让他死没什么区别，而且我不认为他已经输了。把我的血舔干净，我就让你死得痛快点。真的，看你表现了。中了我的2伤咒，伤了我，也伤了你。你应该受我的10倍痛才对。师兄，难道说他根本没中2伤咒？不，他中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疯子硬生生的扛下了10倍的痛。10倍？你所谓的10倍，不过是洗髓法骨的3分。你是强撑着，你肯定是强撑着。徐太平胜！花费了多大的心血，才能做到如今的程度？可风，开始问剑吧。好在他赢了，接下来小太平只要通过七封弟子的问剑就行了。师兄，你去指点一番吧。我第一封向许太平问剑。连何知都坐不住了。秦封主，俗话说上阵父子兵，难不成第一封对这小子有意思？我看呀，是这株杂草扎疼了某些人的眼，心里不通达了吧？哎，大家都是同门，都少说几句。这小子有点意思，但想通过第一封的问剑，哼，怕是不可能了。事情开始有趣了，哈哈。金和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第一封是上一届的第1名，自然可以优先提出问剑了。真要做得这么绝吗？只要能让你们第7封不痛快的事情，我都乐意去做。师兄，这场问剑可否由我来出战？怎么，师弟，你也看不上这小子？师兄言重了，我只是听不惯他的名字。太平，太平，这世间何来太平可言？叶璇，你是金灵谷，且是金灵谷中的火翼谷。按照清玄门规，你不能出战。我允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就这么定了。掌门同意掌门怎么能这样？让叶璇去问剑，清玄宗叶璇可是新晋弟子中天赋最强的3人之一。我听说修为也已经突破到忘忧境了，那小子凶多吉少啊！快想想办法，太平会死的。这场比试，施剑一方必须压制境界至开门境，不得使用玄阶和玄阶以上的术法，不得使用法宝，违规者一律判负。杀他！何须这些东西？一柄铁剑足矣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呢？难不成要临阵脱逃？你看，他去换刀了，刀是些普通的铁刀，他怎么？他怎么这么多刀？哼！刚才那把刀钝了。比试开始。即便被压制境界，叶璇也有开门境巅峰的实力，这下糟了。怎么？现在就算他想退出也不可能了。放心，一定会为他选一副上好的棺材。可是我也能感受到如此压力，这就是开门境巅峰的实力吗？这叶璇不用无威压就能震死那小子了。这是开门境巅峰的威压，太平也突破到开门境巅峰了。难道先前他一直都没用全力？
金河之欺凌柳青梅的事，你可知道？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继续为虎作伥？实力够强，就怎么都是对的。我只是选择站在强者一边。七杀刀里，实力居然增加了数倍，他怎么做到的？师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叶璇毕竟是火星精灵谷，背后又有宗门支持，太平却只能靠自己一步步拼杀。这场试炼对他来说还是太勉强了。怎么，刚才那股气势呢？玩了。结束了。哼。小金甲，3年时间，小太平连残霞宫第2重都突破了，我的天哪！行精灵谷，那个野小子怎么样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我承认是想看你们，看来弄死你还是得花点力气啊。燕拳，金河之居然把清玄3大炼气心法之一都交给他了。快躲开！刚才就让他认输，偏要逞强，这下好了，这股焦糊味儿，难道就是所谓的骨气？这场比试，叶璇，是残霞宫第3重。从抵挡出拳，无论是实际还是胆识，都是经过精确计算的。这真的是当年那个少年？问剑还没结束。不好，叶璇强行突破境界限制了。这就是忘忧镜威压吗？我受不了了！说好了同进对战，叶璇却突破境界限制，这是违规。够了！你们不要忘了，叶璇可是金灵谷中难得一见的火翼谷，若是他的道心崩了，那将是对整个清玄宗的极大的损失。今日我若不能在比试中胜他，我道心难平。这叶璇是在拿自己道心威胁整个清玄宗了。比试继续。掌门怎么能这么不公平？这世道本就不公平。你若是天灵谷，那从出生时就高人一等；你若是一介凡谷，就注定会沦为蝼蚁。黑龙，问剑尚未结束，一切退下。哼，掌门，这场比试不公平。还不退下！公平吗？这个世界从来不只是修为论高低，人心之险恶，权谋之诡谲，有时比天劫更难应对。多少精彩绝艳之辈，不是败在雷劫之下，而是倒在人心算计之中。太平，你又会如何应对呢？黑龙长老，何事？多谢您仗义直言。惭愧啊！问剑还没结束，您先在一旁观战吧。
保重。准备好受死了吗？稍等，马上就好。他在干什么啊？什么？他还带着负重？太平，除了助你习得玄冰甲，我还要传你一套特别的断体功法。从现在开始，不管是吃饭、睡觉还是洗澡，都不能取下来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摘下来？等时机到了，你自会知晓。看来还是得取下。就这么点负重，又能如何？什么情况？那么小一块，怎么会这么重？哎，你们看，还有，他又要扔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是用来压船舱，防止空船被海浪掀翻的压船铁。我的妈呀，怎么还有？这是个什么怪物啊？压船铁小小一根就有几百斤重，太平身上至少有14根，那是2000多斤。难道这些年太平吃饭睡觉都带着？青竹居许太平向第一锋叶璇问剑。加油！加油！就凭你，还向我问剑？不好，叶璇要全力一搏了！有脚攻势！太平速度太快，奔牛走阵！叶璇居然毫无还手之力。天冲剑！未知的垃圾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以为这样就能赢我？发动结印咒的话，会损伤灵骨根本。他疯了吗？不要！徐太平，不准出手！我杀了你！离界反骨，终于也能看见那座山了吗？徐太平，你可知错？掌门息怒，太平在久居山下，又是世俗出身，不知礼数。认错，我何错之有？还没成正式弟子就如此不服管教，成了正式弟子那还了得？太平。废你修为！周掌门，弟子见过小师叔。这位小师叔是谁？他是清玄宗的师叔祖，是9大仙府内唯一与魔主交手并将其重伤的存在。师叔祖平日里很少露面，所以新进弟子很少听说过他。我才回来，清玄宗就闹得鸡飞狗跳的。小师叔，您从北京回来，怎么不提前通知弟子一声？通知了你，我还能看到这场好戏吗？徐太平虽侥幸获胜，但手段狠辣，若不惩戒，恐难服众。哼，手段狠辣，你这双标玩的挺溜啊！
叶璇平日里嚣张跋扈，你怎么不管？叶璇身负火星金灵骨，乃我七峰未来之柱。他许太平不过一介白骨，怎能轻易相提并论？照你这么说，天赋高的就能欺压天赋低的，对吗？小师叔，请息怒。你向许太平认错。我向他认错。许太平，方才是本座鲁莽了。哎，都还愣着干什么？这小子赢了，你们七峰开始挑选弟子吧。怎么，都看不上吗？还我呀！既然你们都不想要这小子，那我赵谦勉为其难的收下这小子吧。等等，想的倒是挺美。什么叫你勉为其难的收下了？我们还没说话呢。小太平，你可想好了，他们第七峰可是穷的叮当响，要什么没什么。我们六峰选女峰可就不一样了。我保证啊，你要是选我们第六峰，你日后修炼的所有丹药管够。等等！哎呀，太平，还是来我们第五峰吧。就是啊，我们五峰刚巧有位武道宗师啊，你一定会更加好。武道宗师，赵峰主，你说的不会是我那手下败将武烈吧？太平，来我们第三峰，我亲自指点你武道修行。呸！即便你是白骨，我能保证让你在30年内突破通玄。等等，太平，虽然我们有一些不愉快，但我还是希望你能来我们第一峰。毕竟我们第一峰有着清玄宗2门上品龙焰诀和天双功，我会让你任意挑选一门修炼。秦月，你直接把龙焰诀和天双功搬出来，这太不够意思了吧？以太平今天的表现，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胜任这2门功法。你我什么我？你脸皮太厚了。抱歉，新峰主，我不想留在第一峰。太平选择哪一峰，那是你的自由。太平啊，选我！选我啊！选我呀！选我！太平，太平，选我这边呀！我第三峰的，选我就得选我，你选我呀！选我！一定选我呀！太平，小家伙，我再给你一个选择。你小子虽然根骨差了点儿，这模样嘛，也没我年轻时英俊。不过看在你今日表现的份上，我勉勉强强收你为我的关门弟子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关门弟子？真的假的？师叔就100年都没出过头了呀！当年我求小师叔7天7夜都没答应，现在就这么收这小子了？想好了吗？小师叔，你要收这小子为徒，不行吗？您收徒可是宗门大事，岂能如此儿戏？你说我儿戏？不敢。小家伙，你做了我的徒弟，我别的不敢保证，但至少我毕生所学都会向你倾囊相授。哇！怎么样？师叔祖，感谢您的一番好意，只是在下3年前便与青霄师兄和玲珑师姐有过约定，通过选拔之后便登上第7峰。七峰，怎么回事？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太平莫要犯傻，
师叔祖愿意收你为徒，这是莫大的机缘。我只不过是给你一番考验罢了啊！好在你并没有因为外界诱惑而迷失本心。好了，日后你就在七峰好好修行吧。啊！好了，真好。臭小子，老子好不容易抹下面子，你小子居然敢拒绝我！你给我等着，老子一定要让你来求我收你为徒！哼！问卷结束后，你回主峰等我。这件事，我得好好问问你。是。来见我前，先罚抄清玄门规1000遍。许太平，即刻起，你正式成为清玄宗的弟子。但是按照惯例，新入门的弟子必须独自下山完成一次宗门历练。啊！掌门，太平刚刚通过选拔，是否……前段时间，山下白树国一位与清玄宗结缘的皇室来求我们，事态紧急，你即刻收拾一下，出发吧。是。掌门，白树国王室是指那位六公主吧？那可是一个死局啊！小师叔这么看重许太平，我这也是给他点不一样的历练。掌门说的是，只是我有一事不明。说，掌门如此不喜欢那许太平，就因为他是小师叔看中的人。你听说过“物极必妖”这个词吗？自然是听说过。这世间之所以有灵骨之分，是因为这是天道定下的规则，白灵骨就该有白灵骨的自觉，否则必受其害。许太平已是一枚弃子，恐怕是回不来了。太平，你试试。春虎21，这刀真不错。此刀是灵才所铸，并注入了虎妖的神魄，威力非凡。你即将下山，有他伴你左右，我也能放心一些。柳师姐，进来吧。不了，太平师弟，有件事我要向你确认一下。你说。帮我们对付虎妖的人是你吗？果真如此。你临走之时让我们小心金河枝，是不是和我姐姐失踪有关？没错，这是你姐姐让我给你的寻尘香，点燃它就能看见金河枝的罪行。只是那金河枝背后的势力，有些事必须我亲自去做。谢谢你，太平。林月姐姐，我是不是不应该告诉她？你别忘记了，你现在只是清玄宗的入门弟子，而刘子金在五峰已经站稳了脚跟。的确，他现在能做的事情比我要多得多。你再检查一下下山的任务吧，我总觉得有些问题。接下白树国齐皇后委托，白树国六公主李玉将前往乌桕国和谈，务必保证六公主平安到达乌桕国，并安全返回。殿下，血魔谷给的期限到了，且让这红尘滴血成尸。公主对我朱某人的聘礼可还满意呀？保护殿下！是另外的长亭，还有另一批驻扎的士兵。殿下，你先走。走？你这破铜烂铁！公主殿下，这聘礼也送了，不如我们就在此拜堂成亲，享让那欢好之事。你再往前进一步，我就自尽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要是不愿意也行。住手！下一个就是他了。殿下，苍魔不怕死，你别管我们。我只数30，
3、2，白树国6公主可在屋内。我在。谁敢坏了我的好事儿？你别告诉我，他就是你要等的援兵。哪来的山野村夫？我血珠谷的闲事儿你也敢管？我奉命前来护送殿下。小兄弟，此人不是寻常角色，他以一己之力屠灭了整个麒麟城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我本来不想大开杀戒，偏要逼我动手。这怎么可能？徒手借助阴煞功，这位少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朱魔的杀招竟被他单手化解了。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还未见过如此举重若轻的功夫，不愧是母后妖人。难道你已突破武宗境巅峰？不对，是武王境。殿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实力，只可惜遇到了我。这枚噬魂丹乃是山上修士炼制而成，一旦吞下，短时间内便能让我拥有修者的力量。今日我便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恐怖！好快的刀！这是小魂丹，可以补充气血。多谢先生赐药。曹千户，你先带他们下去包扎一下。是。母后说的果然没错，只要等到那个人，一切便能迎刃而解。多谢先生。让我看看你的信物。接下来我会送你到乌臼皇宫。先生，我想请您再帮我杀一个人。我的任务是护送殿下，不替你杀人。先生若是答应，我可以将一件宝物赠与先生。太平，这盒子里有一道非常恐怖的剑修气息。很恐怖，连林月姐姐都这么说。这是曾经九祖剑裴苏禅的剑鞘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青霄师兄曾经提过，此人是剑九师叔祖的大弟子，据说也是一名白灵骨。这剑鞘的确不俗，若是以它为材料，或许能炼出一道非常厉害的灵兵，甚至是仙兵。先生放心，我必不会叫你行那不仁不义之事，那人必定是该杀之人。这是我们的交易，你要我杀谁？我想请先生杀的人叫樊奇，他曾是白树国第一猛将，后来因一己私欲叛变，我白树国因此被连屠9城。樊奇因拳法之凶，杀意之盛，江湖又称其为人屠。您可有把握杀他？出发吧。太平先生，这就是黄梅镇了。樊奇离开白树国后，
在此建了一座怒泉山庄，并设下生死擂。挑战生死擂是唯一杀他的方法。前面就是怒泉山庄了。黄梅镇本是三不管地带，众多江湖帮派盘踞。樊奇到来后，几百个帮派一夜之间居然消失殆尽。如今只剩下怒泉山庄接管此处。没事吧？不怕不怕，乖。少年王，好功夫啊！老人家好身板，一把老骨头罢了。不哭了啊，没事。小娃娃别哭，爷爷这里有糖。谢谢爷爷。这老人家有如此身手，他就是樊奇吗？不，如果他是樊奇，这条街上不可能没人认出他。公主也应该有所反应。少年王，喝一杯。不了，多谢老前辈。明日在下要上生死擂挑战樊庄主，今日不宜饮酒。哦，你这么年轻就要上生死擂，早了些。罢了罢了，也许我老了。少年郎啊，有缘再会。哈哈哈。太平道友莫要惊慌，这小小手段，只是想减少些麻烦吧。你是谁？在下黄雀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的黄雀。黄雀道友来此，有何赐教？在下乃九府仙律司在山外的行走，负责监察宗门弟子在俗世的一举一动。太平道友可是要替六公主殿下打生死擂？没错。这樊奇的生死擂之战，不在你此行的任务范围之内。若是你动用了修为术法，则是违反了仙律司的规矩。若我以武者的身份比拼，是否还会坏规矩？自然不会。这世间的武者分为武族、武将、武师、武4个境界。樊奇如今已是武尊境，哪怕你们封主在不动用修为术法的前提下，也不可能胜利。若一遇到危险就退去，我道心难平。哼，有趣，有趣。既然太平道友执意前往，那我们就在怒泉庄见。先生，太平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遇到一个同道中人。走吧。君不见，亲不服，来。今年怎么这么多人生死擂？一个个的都活腻了吗？又来一群送死的。这樊奇从无败绩，一旦签了生死状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先生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欢迎诸位莅临怒泉庄，和以往一样，无论你是昔日的仇家，还是想要突破的武夫，皆可上台比拼生死。是樊奇。这股凝视厚重的杀意，必然是从刀山血河之中得来。这樊奇居然还没被侵蚀心智，的确不可小觑。爷爷，这里有糖啊！看来不是他。
本次生死类第1回挑战者曹燕。曹千户，你做什么？殿下此行必要过此关，我愿为殿下一战。曹千户，你不是他对手。殿下，我们这群人性格您最清楚，我们认定的是，即便殿下您也阻止不了。太平道友还看不出来吗？不只是他们知道你要上生死类，而不能用术法之后，便想在你上台之前，替你尽可能的消耗樊奇的体力。曹千户在大内也是1等1的高手，樊奇竟一拳击碎了他的5脏6腑。第2位挑战者汪正浩来了。这位大哥留步，干嘛？要不让我先上？老子认识你，老子也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你别瞧不起老子。哼，没用的。白树国盛行游侠之风，这些人皆以能够替恩公赴死为荣，胆小怕死为耻。除非你杀了他们，否则不可能将他们从擂台上面拉下来。樊奇老贼，汪正浩前来赴死！贺元前来讨死！提议前来讨死！冉勇前来赴死！真是小瞧了这群反骨，吾等苦求长生而不得，他们却能为义甘心赴死。难怪九府一直不愿放松对世俗的掌控。我会记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，我会记住他们所做的一切。下一位挑战者许太平。下一位挑战者许太平。这小子的气息本就比常人坚韧厚重，此刻居然在坚韧厚重之中又添加了一份锐利，难不成是被这群反骨赴死之心触动？小子，你也是带那6殿下前来赴死的？你说对了一半，我的确受6公主所托前来，但并非赴死，而是来取你项上人头的。你应该是山上的修士吧？不过在这生死擂上，我何止杀过1名修士，他们的首级我都拿去泡酒了。你是下一个。取我首级泡酒，只怕你的酒坛还不够大。没动用术法，这小子气势居然与樊奇齐鲁将了。老夫已经很久没打得这么痛快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天，这人是疯子吗？打了这么久，居然还绑着压传铁，真是个老怪物。小家伙，轮到你了。啊！你看，
他身上也绑着压传铁。一个修士，居然能把体魄熬练到这等地步。这许太平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以前在九府从未见到过？有你这块垫脚石，老夫今日杀你，闭门破镜。彼此彼此。意志融入拳法便是拳意，有了意，拳法便有了神。这樊奇的拳势之中，蕴藏了滔天的怒意和杀意，像极了一头愤怒到极点的野兽。这小家伙危险了！小子，你可知老夫付出了多少，才换来这一身杀意与怒气吗？那是老夫的家人、妻女、100万人的性命，还有回不去的故乡。许太平，快动用修为，至少能保住性命。许太平，快动用修为，这杀意你扛不住的，不要逞强。讨厌，前来赴死！当教授前来赴死，你前来讨死，咱就前来讨死。真是小瞧了这群反骨，吾等苦求长生而不得，他们却能为那胸中义气甘心赴死。为你自己，为天下所有的反骨，争一口气。这群反骨宁可玉碎，也不愿舍弃大义的信念。从今往后，我许太平便以这反骨的骨气，来护我道心，做我出拳的理由。这么短时间，他就融合了拳意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以反骨匹夫之勇所化的拳意，居然真的挡住了樊奇100万尸骨跟众叛亲离换来的怒拳拳意。许太平啊，许太平，你还真是叫我有些刮目相看。刺眼，可真刺眼！太公，何为拳意？这便是让吾等五夫挥拳的理由。那太公，你挥拳的理由是什么？我挥拳的理由，便是让齐儿你不受四海飘零之苦，让樊家子弟不备受家破人亡之苦，让我白树国永世不受外邦之苦。齐儿，太公今日这番话，你定要牢记。齐儿绝不敢忘。太公，我没忘，我从来都没忘。这樊奇省去怒意后，居然还能凝聚成此等拳意，难不成也是在与许太平的比试之中有了感悟？还是说，这才是他真正的拳意？谁赢了？怎么样？不知道。哎，你看，爷爷，少年郎。喝一杯，不了，多谢老前辈。有缘再会啊！抱歉，太平校友，老夫没有让你打得尽兴。老夫这身体呀，毕竟是老了，哪怕有丹药撑伞，
是强弩之末。逍遥，我自幼在太公膝下学武，家国安康是我一生追寻。那时候只知权杖可列云，刀剑可定江山。从小到大，我把京中二字刻进每道经脉，可待号令三军之时，却才明白自己亦不过是一枚棋子。修仙人复是人间那日，我见他轻抬指尖，便可令山河破碎。凡人在他们眼中，不过沧海一粟。太平逍遥，太平逍遥啊！老夫的最后一拳打得怎么样？光芒万丈，光芒万丈，光芒万丈。白蜀国的几十万百姓，你们可以瞑目了。多谢先生相助一战，您伤势如何？无碍。樊奇已死，现在可以打开母后的第3只锦囊了。这里面应该是关于劝说乌救国皇帝的谏言。我儿李煜，请为白蜀国赴死。太平，明月姐姐，我的本体还在帝国中，所以现在用一缕影子来与你对话。哦，你说是那位皇妃让公主刺杀了皇帝？没错，我总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安排。樊奇是第一枚棋子，12年后六公主便是第2枚棋子。我已经嗅到了斗争的味道。斗争？天道本就弱肉强食，在这条路上，修士会在突破通玄境后，以冰结之法转世投胎，而这种修士都被叫做折心。只要化解了这缕执念，那他们的前世记忆就能被觉醒，这就叫结印。现在看，这就是一个死局。算时日，徐太平应该到乌救国了。反骨终究是反骨，就算有小师叔在，也改不了命。先生，这半只玉镯你拿好。护送已经结束，把它带回去就能完成任务。太平先生，这一路多谢你的护送。白蜀国六公主李，想不到朕的条件，你还真能够做到。陛下，此乃我父皇亲自书写白蜀国休战文书，还有樊奇的人头，请陛下过目。将樊奇的人头给朕瞧瞧。是。当初让你跟着朕，非要去黄梅镇摆什么生死令，敢刺杀朕，胆子不小。没想到你竟然是一名修士。陛下英明，就让这刺客有来无回。我来。太平先生，
何方修士，胆敢擅闯皇宫，就不怕被九府惩处？陛下可听过这样一首诗？诗。春悄悄，夜迢迢，碧云天共楚宫遥。你怎么知道朕梦中的诗句？下一句是什么？梦魂贯德。一个开门境的修士，居然与我旗鼓相当。糟了，是忘忧境的修士。别想唤醒他们！梦魂贯德无拘谨，飞踏杨花过谢桥。妖女海棠，即使毁不了你道心，我要让你自知沉眠。他们俩居然都是谪仙人，直呼无期之名，也配？你们竟然绝情了！海棠，记事了，我们终于重逢了，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太平先生，这首诗你是如何得知的？樊奇，我爷爷留了封信给你，他特意嘱咐，如果你能让他说的心服口服，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海棠前辈，今日这首诗难道是两位共同的结义诗？正是。这两位的实力很可能不在掌门之下，甚至超过掌门。太平先生，九府的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帮你解决。多谢前辈。此次乌救国之行，是一个毒妇联合九府的几大宗门，为我夫妻二人设的一个局。毒妇？难道是那位皇妃？正是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去找那个毒妇报仇，因此我们苏醒之时会隐瞒个3-5日。如果你此时交差，肯定会被人刁难，说你没有完成任务。那就当这次历练失败好了。不行，我们一道给清玄宗留一句话。多谢前辈。第7封弟子许太平已完成历练，现已取回信物，请掌门过目。这半只玉镯是如何拿到的？回掌门，弟子将六公主送到乌救国皇城后，他便将此玉镯给了我。撒谎！白树国六公主已死，这肯定是你在那之前从她手中夺来的。不错，已得消息，白树国六公主以求和之名行刺乌救国皇帝，已被格杀，死在了乌救国皇宫之中。这假消息果然还是传到了清玄宗。掌门，金凤主，虽说六公主以和谈之名行刺，但她还活着，而且一派胡言！白树国那皇妃的谋划，以六公主一人之力，怎么可能活着回来？海棠前辈说的没错，清玄宗上子只是表面上没有参与这道政，背后却是默许。也就是说，我这次历练也是他们故意安排的。许太平，你还有何话要说？弟子没有撒谎，六公主她的确还活着。你可敢对着问心镜
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当然。徐太平，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。问心镜证实你撒了谎，你是要被送去七律堂的。你若冒领功德，不单是你，第七封也要跟着你受到牵连，甚至要取消你们今年七封大比资格。你可听清楚了？原来你们不只是针对我，还在针对第七封。说弟子撒谎，甘愿受罚。若许太平没有撒谎，你们又当如何？师兄，哼，两个老东西，你们有什么事大可以冲着我来，干什么？欺负小的吗？要是闹事儿，我可以奉陪到底。赵封主好大的火气。那好，那就请问心境吧。没有撒谎，问什么心境？想问什么心境？走，回去吧。赵谦，啊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莫非真当我这个掌门是个摆设？你今日若敢带走他，这次七封大道就将你第七封除名。除名就除名啊！走。师傅啊，我没有撒谎，我愿意接受问心镜的测试。既如此，那你就站在问心镜前，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太平，此事不能儿戏。师兄，你放心。金封主，无论如何，我第七封的弟子他不能平白受冤。如果这问心镜能证明我弟子的清白，此次的功德奖励至少要翻10倍。哼，好。如果你徒弟没有撒谎，便自己拿出这些功德币，以示歉意。哎，掌门，你呢？若许太平没有撒谎，我也愿拿出10倍功德，然后再给他赔个不是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太平，去吧。开！第一个问题，此次下山，你有没有做过违反宗门戒律之事？没有。对的，嘿嘿，他没撒谎。第二个问题，你手上的半枚玉镯是六公主亲手交给你的吗？是。哦，没错。第三个问题，你把那白树国六公主活着带出了乌鹫国皇宫吗？是的，嘿嘿嘿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就说我徒弟没说谎吧。就算是问心镜也有出现纰漏的时候，我觉得应该将此事尽快上报七律堂，择日再请问心镜测一下。金月，你放什么狗屁呢你？此事疑点众多，许太平必须给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点我确实解释不了，但依六公主所言，她在行刺之时与乌鹫国皇帝双双觉醒了前世记忆，发现了自己是谪仙人。不可能！此二人7世转世都未解印，这次为何齐齐解印？原来金封主早就知道他们是谪仙人。哼，我也是根据最新情报才得知的。他撒谎！撒谎！许太平，口说无凭，你得拿出证据，否则事关九府，你今日必须去一趟七律堂。好吧。清玄宗的杂碎们听好了，是时候找你们九府算账了。看在太平小兄弟护持了一路的份上，我夫妻二人今日就不去你们清玄宗。可你们这些墙头草，给我听好了，若是让我发现你们清玄宗与那毒妇勾结，别怪我亲手端了你们云庐山。就是你小师叔来了也没用。这个小兄弟是个老实人，
就让我们知道你们欺负了他，我们夫妇一定会来你们清玄宗做客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金峰主，是你失察了。对。掌门，你呢？刚才不是说也是10倍的功德币吗？怎么你食言呢？徐太平，是本座失察了，抱歉。抱歉。太平啊，你是清玄宗建宗以来第一个让掌门连续2次低头道歉的弟子呀！爽爽爽！掌门，金峰主，不错啊！太平，今天你为咱们清风出了口气呀！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了，若我们能早点察觉不对劲，说什么也不会让你下山的。这不也因祸得福了吗？对了，你走之后发生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五峰的刘子金刺杀金河之未果，被七律堂关进了面壁崖，不日将被逐出罗云山，贬为反骨。师兄，安排我和他见面。我听说他最近在绝食，他气海已碎，若再绝食，冲不到下山。你此次去，正好向他劝说。太平师弟，你临走之时让我们小心金河之，是不是因为我姐姐失踪了？没错。那我姐姐呢？你就好好陪我玩，说不定还能让你进入宗门。你休想！你要是不听我的话，那我就把对你做过的事，再对你妹妹做一遍。姐姐，你总说女人要忍让，到头来我这身修为竟护不住最该护的，紫金没用，报不了仇，我这就来陪你。不必送来吃食。好久不见，紫金师姐。好久不见，太平师弟。你也是来劝我吃东西的。气海被毁，再不吃东西，只怕撑不到下山那天了。撑不了就撑不了，姐姐的仇报不了，这样活着没什么意思。师姐为何不将巡沉香直接交给仙律司？依照七律堂的律例，山下弟子杀死一名山外不知名弟子，也只不过是驱逐至山下。过不了几年，他又能靠着七风选拔回到山上。这种不痛不痒的责罚，对姐姐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所以你想杀了金河之？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肯定不是你姐姐想看到的。徐太平，我已经没有姐姐了，已经没有了。但金河之不是还没死吗？他都没死，你刘子金怎么能去死呢？紫金师姐，只有活着，才能找到报仇的机会。可如今气海已毁，沦为一具反骨，哪来资格去报仇？我爷爷常说，恶人自有天收，说不定哪天就收到了金河之的死讯。这天怎么会在乎我一个废人的疾苦？太平，吃饭。
决定好了。虽说眼不见为净，但我现在睁眼闭眼都是金河之那张脸。不诛之，无眼难尽，无心难平。那便去奏。小友请留步。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还背个刀，要去干嘛呀？你别告诉我，我不想知道，只是觉得这刀不错，就是用刀的人嘛，还差了点意思。哎，我不是来揭穿你的，就是想教你两招，保管你比现在强上10倍，怎么样？不必了。哎，别走啊！好快！我这身体已经淬炼过数次，此人居然只用一根树枝就让我感到了疼痛。你这也叫刀法？这么死板的招式，跟耍把式有何区别呀？看好了，我再教你一招，3分明月。刀法之道在于变化，一招之中可生万般变化。记住了，刀剑不分家，最重要的是用刀的人。我再教你一招，3界归一。万般变化，终归于一。刀法的最高境界就是返璞归真，做人也是一样，脚跟扎不稳，怎么立得住世道？多谢前辈指点。少来这一套，记住了，刀剑无眼，人心有眼，不然再好的刀法也是白搭。敢问前辈高姓大名？叫我33长老就行了。臭小子，可别给我丢脸呐！这世道从不公平，有人注定进入草芥，有人生来锦衣玉食。林月姐姐，你问我要如何选择，如今我有答案了。且让天下人看看，我这把反骨的刀，究竟能把这片天捅出多大的窟窿。外面怎么那么吵？回公子，有2头妖兽闯入殿中，庄子里的人手正在赶回去。赶紧把那2个妖兽给我解决了，不要打扰本公子的雅兴。是。这破地方，我一天都不想待，都怪那个贱人刘子期。还好有不语妹妹。幽香伞的滋味怎么样？现在跑不了了吧？金河之，你敢？我什么不敢呀？师尊不会放过你的。师尊，师尊在哪儿？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呀！刘子金那个贱人姐姐也是这么说的，你猜后来怎么着了？我把她丢进了后面的山谷，竟然被活活冻死了。刘七梅的死，果然是你做的。是又怎样？谁让她不识抬举，非要跟我作对？好一具勾魂摄魄的身体，眼睛瞪这么大做什么？
待会儿有你舒服的。今晚我一定要得到你。你果然还是没有反省。谁？不仅没有反省，还变本加厉。你是来杀我的？就凭你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没有背景的白骨？我确实没有背景，但我手里这把刀带着冤魂的嘱托。你脑子坏了？冤魂的嘱托？有本事把他们叫出来呀！你始终依仗宗门上层，有朝一日他们的庇护也会消失。是吗？最多刚突破忘忧境，我可是忘忧境巅峰。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境界不如我，谁教你的道法，竟能让你一开门径，直变我幽境巅峰？居然将天罡神将都给他了，光是他的价值抵得上一个小宗门的全部家当了。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差距。我爹是第一峰峰主，我生来便立于9天之上。你呢？你个贱骨头，你想杀我？来呀！金河之站得太高，只怕忘了自己也是个人。你靠着宗门施舍和庇护，才勉强站在高处，活得像个废物。你这种蝼蚁，你连上面的风景都没有见过，你也配跟我谈这些？站得再高，也掩盖不了你骨子里的卑劣。这个世界强者为尊，我说的话就是天理。你所谓的天理，就是踩着别人的尸骨往上爬吗？废话真多。我只知道一句话：站得太高，摔下来是很疼的。三分明月。这刀法，每一招都凌厉至极，却又暗含变化，绝非寻常修士能练就的功夫。我的天罡神将！他穿了豪猪甲，这件甲胄在当年排名前3，需有整整60万功德点才可以兑换。这家伙手段倒是不少，差点忘了，我还有豪猪甲。这可是天劫后甲，就算你用真火来烧，都未必能烧得穿。来呀，杀我呀！这家伙真难杀呀！不愧是清玄宗最好的甲胄之一。不过也好，我不会让你死得太容易的。怎么？难道你想用拳头来破我的豪猪甲？来呀，来呀，打死我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居然领悟了拳印，豪猪甲被破了。拳印能直接穿透甲胄，这一拳和打在他身上没什么差别。竟然为了那2个女人，冒着违反宗门律例的风险来杀我！我把我藏在山中的法宝都给你。这一拳是为被你欺负过的姑娘们的。
是给子晋姐姐的，让你也感受一下丧亲之痛。这一拳是给青梅姐姐的。砸碎你的经脉和骨骼，让你感受它痛楚之万亿。就为一介凡骨，你居然跟整个宗门大事为敌，你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也是凡骨。谁杀了我儿？是你，徐太平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看看你的过去。各位大叔大姐，救救我爷爷！求求你们了！求求你们了！哎呀，哪来的臭要饭的？打死他！别打！太平，太平，不要打呀！爷爷有馒头了。爷爷不吃，太平吃。太平啊，你服了这颗仙丹后，会立刻生出灵骨。切记，别被人发现你是一介凡骨，会被抹去神魂记忆的，变成痴儿。皮儿，我们这些凡骨生下来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，可如今你有机缘，要争气，为父亲，为天下所有的凡骨争一口气。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为什么要把我卖了？什么叫卖？许太平啊，你能进白家勾当下人，算你三世修来的福分。别想进，还进不了呢。贱骨头，你就是命贱！这些年要不是我，你们爷俩早就冻死了。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呀你？白管家，在家里，你看他这胳膊这腿的，这起码还能干个20年的苦力。这种贱骨头还敢多要2人？要不是我府上的驴累死了，还轮得到你们吗？小子，到了白家要是敢偷懒，鞭子蘸盐水，有你受的。太平，凡缘已消，可愿随吾等前往云庐，共觅仙缘？我愿意。接着，这些金子都可以兑3000两白银了。这是我的，这就是你的过去。我们居然被一个凡骨骗了，徐太平，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徐太平，这次谢谢你。顺手的事儿。清河之背后的人是金月，那个人行事向来霸道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我知道。太平，青竹居出事，速回。莲姐，
姐姐。太平，我受伤了，别担心我并无大碍，只不过得提前进入帝国。金月已知道你杀了金河之，他和赤发刀鬼结了契约，已沦为一具魂魄。赤发刀鬼，我听师父说过，那是一柄魔刀所化成的恶鬼，当年差点灭了整个清玄宗。太平，接下来一定要按我说的去做，只有这样，你和七峰上下才会有一线生机。太平，是金月，比预计的来的还要快。你在这待着。徐太平，你杀我儿，今天我就把你变成一个废人，再让你下去陪他。刘子金姐妹之事，宗门对金河之的处罚轻描淡写。金河之横行无忌，有谁敢出来说过一句公道话？只有许太平一个人敢站出来。你可知他就是一介凡骨，你还要替他说话？今天我就替青云宗清理门户。倒是比那些哭嚎逃窜的废物多了几分硬气。反骨终究是反骨。反骨又是我了，我今天挑战这天下反骨，争一口气。区区反骨也配站在我面前？许太平，站起来！真以为靠那点可怜的努力就能弥补天堑般的差距？骨头再硬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咔嚓一声。太平，反骨就该有反骨的样子，像蝼蚁一样趴着才对。你为什么总想站起来？太平！为了一个反骨，你连自身的本源真气都舍得耗损。争一口气。爷爷，为什么要把我卖？你就是命贱！像你三世修来的这种贱骨头还敢多要而已！自量力！我要废你修为！耗子！光芒万丈！光芒万丈！站起来！刀魂居然在回应他的战意，这可是苦修多年的道修都无法触及的境界。再来几次，照样没用。太平，金月修为远在你之上，若是平时，你绝非他的对手。不过，他与我一战后，他也受了伤。金月的命门在脖颈之后，这苏禅的剑鞘能助你一臂之力。期待你变得更强，今天定会夺入你的气息。
醒了。我这是……你昏迷了3天3夜，你与金月一战，暴露了他与刀鬼勾结一事。如今宗门上下很多人都支持你，只不过是碍于掌门的威严，不敢明言罢了。支持我？我只是个凡骨。凡骨又如何？你比那些高高在上的灵骨更值得尊敬。你这样的心性，才是我们宗门所真正需要的。谢谢你。仔细看，还有几分俊俏呢。你怎么了？哟，我还真佩服你。你一个人和金月拼命，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啊？你不是林不语。我怎么就不是了？林不语说话不是这个语气，笑得也没这么轻浮。笑容轻浮？你说老娘笑容轻浮？死丫头，你让我出来！林不语，是我。你刚刚看的也是我，是前世苏醒的我。苏醒前世记忆？难道你也是谪仙人？死丫头，这等机要之事怎能告诉一个外人？他不算是外人。你大战过后，身体损耗太多。你要干嘛？帮你渡气啊。我好像好了。哎呀，给你机会，你不中用啊！姐姐，你可以安息了。紫金师姐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是觉得作为凡骨，前路渺茫，生死无畏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天地之大，不是只有修士这一条路可走？身为凡骨又如何？一样可以活得精彩，一样可以在这天地间留下自己的名字。若是放弃，那才是真正辜负了自己。紫金师姐，走出一条属于凡骨的路吧。谢谢你，太平。今后我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林月姐姐，你说这个世界真的有公平吗？风来时分，有的种子落在沃土，有的飘进深渊。这天地何时给过万物公平？但正因如此，才更需要那阵掀翻乱石的风。太平，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吗？我想。楚灵月呀，楚灵月，
你居然躲到凡界去了，还和一个反骨在一起。是时候了。这么晚了，又要去哪儿啊？33长老，您来了。一段时间不见，气色好多了。上次的传授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。哎，大柱，我可没教你，只是随手送了点东西。这次来是有什么事情？我思来想去，上次只传了你招式，还没传你心法，睡不着觉啊。您的意思是，为了能睡个好觉，那就再教你一套拳法吧。气涌如山至，意动似江流，日月双轮转，乾坤一掌收。拳出7分，要留3分回旋的余地。记住，这套拳要打得像老匠人抢锤，落点是雷霆万钧，收势时云淡风轻。气急走督脉上玉枕，要的是脊椎如龙的抖擞劲儿，不是老牛拉车的死力气。多谢前辈指点。嘿，你怎么还这么客气啊？太平道友，他竟能进入我的意念。太平道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黄雀道友，有何贵干？在下这次过来是想送你一段机缘，只是这段机缘关乎九府的往事，就看太平道友接不接得住了。你说，说到九府往事，那就不得不从各大宗门说起了。700年前，三纲关关主离奇失踪，传闻他身负须弥界的无上传承，那可是上界真仙一流的道统。消息一出，九府震动，各方势力明争暗斗，血雨腥风席卷天下。那一战山河破碎，宗门倾覆，连九府的格局都被彻底改写。可最终谁也没找到那传承的下落。直到后来，一个传闻悄然流传，真正的传承落在了向南天与七海棠夫妇手中。自那以后，九府弟子各路散修，甚至掩尸的老怪物，全都疯了一般追查他们的踪迹。有人为求大道，有人为报血仇，更有人只是想在这场乱局中分一杯羹。向南天与七海棠这两个名字，从此成了九府最深的谜。要不要趟这趟浑水，就看太平道友自己了。好自为之。楚灵月，以你的性子，居然肯为一个反骨损耗这么多元气，这倒是让本座意外。有什么事直说。鸿蒙天机在现，我这次来事关须弥破碎一事。须弥山裂痕已灌香人界，不出100年必有一劫。这件事的关键在于你身边那个反骨。两位前辈，你们这次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太平，最迟明日，云梦泽的结界便会打开，到时候你只管去雨露园。第一要务是摘下园中那株龙槐树上的龙牙，摘下龙牙果之后，一炷香之内，园子里的灵药灵果你们自取。一炷香过后，在雨露园内寻一处隐蔽之地，设下结界隐藏起来。必须等到7日后，云梦泽结界重新恢复，到时候结界会自动将你送出。如果你陷入困境，就用传音符告诉我们会赶来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哎，你对我们有恩，这是应该的。不错，太平，你就放宽心吧。多谢前辈。